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。感谢大家的订阅，要是故事精彩，也可以打赏请丽姐喝喝茶呀。哎呦喂，今天我可得给大家讲一个能把我这个老红娘气得直跺脚的相亲故事。这事儿啊，在相亲界那都能算是奇葩典范了，我讲出来你们都得觉得不可思议。咱今天故事的女主角是一位在广州生活的35岁女士，别的先不说，就光这家庭条件那真是好的没话说。家里好几套房产呢，父母又都是退休干部，她从小就是在蜜罐里泡大的，啥都不缺。她自己也厉害，是某知名外企的高管，年薪60多万，每天开着豪车去上班，在外人眼里那就是妥妥的人生赢家啊。但是呢，这位小姐姐来我们婚介所登记的时候，一开口我就被惊到了。她跟我说，丽姐，我就想找个门当户对的，条件要求也不高，你给我介绍介绍呗。我一听心里还挺高兴，觉得这姑娘挺懂事，要求不高，挺好办。结果呢，等她把要求一说出来，我这个干了20年红娘的人差点没当场晕过去。你们猜猜她提了啥要求？第一，身高必须185以上，长相得帅，看着不能让我心烦。第二，家里至少得有3套房，还必须是市中心的大平层。第三，年收入不能低于100万，最好是企业老板或者金融圈高管。第四，年龄不能超过我，最好还能小我2-3岁。第五，必须是名校毕业，要是有留学背景那就更好了，我的老天爷啊！他这一串要求说完，我都懵了，这哪是找对象啊，这简直是在找超人呢。我就赶紧好言相劝，妹子啊，你这要求是不是有点太高了呀？你也35岁了，要不考虑稍微放宽点条件？结果这位姐姐一下子就不乐意了，当场就对我，丽姐，你这说的啥意思啊？我条件这么好，凭啥要降低标准？那些普通男人怎么能配得上我？我可不能让那些下头男占我便宜，我宁可一直单着，也绝不随便将就。哎呀，我当时心里就想，姐姐，你可清醒清醒吧，你还真当自己是18岁的小姑娘呢。但我还是耐着性子给她介绍了几个条件不错的男士。先介绍的这位是个183厘米的投资经理，年薪70万，人品相貌都没得说，就是房子只有1套。结果这位女士一听，直接就说，就这1套房还敢来相亲？她是不是对自己有啥不切实际的幻想啊？后来又介绍了一位是某上市公司的副总，身高185厘米，年薪100万，条件很不错吧？可今年37岁，他一听年龄就嫌弃地说，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单着，指定有问题。我可不要这种二手货，哎，我这个红娘当的可真是无奈啊。跟他说现实点吧，他觉得我在打击他；给他介绍对象吧，他又挑3拣4，这也看不上，那也不满意。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，他还跟我说，丽姐，你们这儿怎么都是些普通人啊？那些真正优质的男士都哪儿去了？我当时实在忍不住，就跟他说了句大实话，姑娘，你醒醒吧，那些真正优质的男士根本不会来婚介所啊，人家身边围着一堆小姑娘主动倒贴呢，哪还用得着来咱们这儿找对象？这话一说出口，可把他给惹急眼了。他质问我，丽姐，你这话啥意思？你是觉得我配不上优质男士吗？我没办法，只能苦口婆心地劝他，妹子，这不是配不配的问题。你得知道，现在这个社会，男人看优质女性，可不单单只看家境和事业。你都35岁了，在婚恋市场上，确实不像年轻小姑娘那么有优势了。那些条件特别好的男士，大多都想找年轻貌美的姑娘，这就是现实啊。结果这位姐姐还是不领情，直接怼回来，那是那些男人思想有问题，太封建了，我这么优秀，凭啥要将就？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，这位姐姐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婚恋市场就是这么现实，你不接受也得接受，不然现实肯定会给你点教训尝尝。最近啊，她来找我的次数越来越少了，听说她去了一家更高端的婚介所，听说那家收费比我这儿贵10倍呢。但是啊，贵有什么用呢？再贵也改变不了现实呀。这不，前2天她给我打电话，说看到以前我介绍给她的那个投资经理结婚了，对象是个28岁的女医生，她这才突然后悔了。可这世上哪有后悔药卖呀？
所以说啊，各位宝贝们，特别是咱们年龄稍大些的姐妹们，一定要认清现实，别整天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。那些所谓的高富帅，人家也是有自己的选择权的。现在的婚恋市场就是这样，女性一旦过了30岁，要是还这么挑剔，真的很容易就变成高龄剩女了。不是说你自身条件好就能在找对象这件事上为所欲为的，找对象还是得讲究缘分。要是太势利，只看重条件，很可能就会错过那些真心对待你的人。就像我平时总说的，与其一门心思执着于找个高富帅，不如找个真心实意对你好，能和你一起踏踏实实过日子，给你幸福的人。毕竟婚姻是要实实在在的过日子，可不是光靠想象就能过好的。我是过来人，我太明白大家的心思了。每个人都想找个条件好的伴侣，这无可厚非。但是啊，这个好是相对的，不能只看表面上那些物质的东西，更要注重实质性的内容。两个人在一起，三观合不合，能不能互相理解、互相包容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就说我之前经手的另一对情侣吧，男生是个普通的中学老师，收入不算高，家里条件也一般，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家庭。女生呢，在一家小公司做文职，工资也不高，两个人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。刚开始见面的时候，女生对男生的外在条件其实不太满意，觉得男生不够高大帅气，收入也一般。但是男生特别细心，每次见面都会提前规划好行程，女生喜欢吃什么他都默默记在心里，下次见面就会准备好。相处时间长了，女生发现男生虽然没有很优越的物质条件，但是为人善良，有责任心，对她更是真心实意。两个人三观也很合，对于未来的生活规划都有相似的想法。慢慢的，女生就被男生的真诚打动了，两个人感情越来越好，最后步入了婚姻殿堂。现在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的，虽然没有大富大贵，但是胜在温馨幸福。再看看这位35岁的女士，她就是太执着于那些外在的条件了，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。其实啊，像她这样条件好的女生，完全可以找到一个很不错的伴侣，只要她能放下那些不切实际的要求。我就琢磨啊，她为啥就非得坚持那些苛刻的条件呢？可能是从小家庭环境太优越了，一直生活在顺境里，导致她对生活的要求也特别高，找对象自然也不例外。她习惯了什么都要最好的，所以在择偶上也不愿意降低标准。还有可能是她在事业上太成功了，作为外企高管，年薪60多万，开着豪车，这种职场上的成就让她自信心爆棚，觉得自己就应该配最顶尖的男人。她在工作中习惯了高标准严要求，找对象的时候也不自觉地把这种标准带了进来。另外，现在的社会风气和一些影视作品、网络小说也有影响。现在好多电视剧、小说里，女主都能遇到又高又帅又有钱，还对女主死心塌地的男主。看多了这些，难免会在心里形成一种理想化的择偶标准，觉得自己的另一半也得是这种完美人设，而且在他的社交圈子里，可能大家也都比较看重物质条件和外在形象，这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择偶标准。但是啊，现实和想象总是有差距的。在现实的相亲市场里，他这样的要求真的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。就说身高185以上还得帅这一条，虽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高个子男生比以前多了，但要同时满足长相帅，这比例就不高了。再加上其他那些条件，像市中心3套房，年收入100万以上，年龄还得符合要求，又是名校毕业有留学背景，这一圈筛选下来，符合条件的人简直是少之又少。我给他介绍的那些男士，其实在普通人眼里已经很不错了。就拿那个183厘米的投资经理来说，年薪70万，工作稳定，人品相貌也都过关，在广州这样的城市，能有一份这样的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虽然只有1套房，但这也是他努力奋斗的结果啊。可在这位女士眼里，1套房就成了不合格的标志。她没想过，很多人奋斗一辈子可能都买不上1套房呢。还有那个上市公司副总，185厘米，年薪100万，事业有成，这个年龄段能做到这个位置，说明他能力很强。就因为年龄比他大2岁，就被他嫌弃是二手货，这真的太片面了。
37岁这个年纪正是成熟稳重的时候，有着丰富的阅历和经验，这其实都是优点啊。可他却完全看不到。我作为红娘夹在中间，真的是左右为难。我真心实意地劝他，是希望他能认清现实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可他却觉得我在打击他，不理解我的苦心。每次给他介绍对象，他总能挑出各种毛病，这也不满意，那也不满意。我也知道他想找个好对象，这心情可以理解，但是也得结合实际情况呀。我跟他说，那些真正优质的男士不会来婚介所，这是实话。那些条件好的男士，他们的社交圈子很广，身边围绕着各种优秀的女生，他们有更多的选择，自然不需要通过婚介所来找对象。可他就是不理解，还觉得我是在贬低他。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跟他解释，这不是配不配的问题，而是现实的婚恋市场就是这样的情况。男人在择偶的时候，除了考虑女方的经济条件，年龄和外貌也是很重要的因素。这不是说男人思想封建，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。可他就是听不进去，坚持认为是那些男人的问题。我真的是没办法，看着他这样执迷不悟，我也很着急。我干了20年红娘，见过太多因为各种原因错过好姻缘的人了，真不希望他也这样。后来他去了高端婚介所，我想着说不定人家那里资源多，能给他找到合适的。但我心里也清楚，再高端的婚介所也改变不了现实的婚恋市场规律呀。果不其然，他最后还是后悔了。通过他这件事，我就想跟大家说，找对象的时候一定要脚踏实地，不要好高骛远，不要只盯着那些外在的条件，要多关注对方的内在品质。两个人在一起，最重要的是相互喜欢、相互理解、相互支持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相亲故事啦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要是你们也有什么有趣的相亲经历，欢迎来和丽姐分享哦。别忘了点赞关注，给丽姐打赏点茶水钱呀，咱们下次接着聊。